Hello everyone，我是冯旭，是一名游戏特效设计师。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内容呢是使用虚幻五的 Naga 粒子系统来制作一个烟囱冒烟的效果。好的，接下来呢，我来讲一下这个虚幻五引擎的一个基本的使用，这样子。首先呢，我们先创建一个虚幻五引擎的项目，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虚幻的启动器，我这里呢默认的就是中文的。如果你的是英文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的设置，然后语言这里你可以改一下语言这样子。然后呢点击这个虚幻引擎，然后点击这个库，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下载好的这个虚幻引擎了。我这里呢，上次就是下载了两个，第一个呢是虚幻的5.5，然后第二个呢是4.27这样子。然后本次的案例呢是使用的虚幻5.5制作的，所以我们选中这个虚幻的5.5，点击启动。好的，这个就是虚幻五引擎的一个启动画面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这个窗口呢，就是 Unreal Project Browser 虚幻项目浏览器这样子。第一个显示呢是已经创建好的项目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游戏的一个项目模板这样子 ，Games， 它里面放的是游戏模板。然后第一个呢是一个空模板 Blank。然后第二个呢是 First Person， 它呢是一个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的一个模板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呢是 The Person， 第三人称的一个模板。举个例子，就像说是那个绝地求生 PUBG， 就是第三人称的一个射击游戏。然后我们今天呢用的也是这个模板这样子。然后这里呢是一些描述，不用管。然后这里呢是项目的一个存储的一个路径这样子。因为我的 C 盘比较大，我就直接存在了这个 C 盘，然后这个我的文档下面了 Unreal Project。如果你要是想修改这个项目的存储路径，你可以点这里来修改这样子。然后这里呢是项目的命名，我们稍微改一下名字，我这里呢改成 NIAGARA，就 Naga Project。这里呢可以随便取名，然后在实际的工作中呢。也不用咱们取名，一般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个项目的命名呢是程序来命名，然后它呢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一般起名就是 A game、B game、C game， 根据项目的编号来。然后呢点击这个 Create 创建。好的，我们又看到了这个虚幻引擎的一个加载界面了，这样子。然后本期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虚幻五引擎的基本操作，这样子。后面更详细的操作呢，我会放在后面的案例里，这样子。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虚幻五的这个界面。首先最大的这个游戏场景视图，然后这个的重点呢是这个鼠标的一个操作。比方说，我们按下鼠标的右键，去往左转，视图就往左移动；然后我们如果往右转的话，视图就往右移动。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鼠标呢往上拖，对，视图就会往上转；然后鼠标往下移动，视图也会是向下转，这样子。就记得是按下鼠标拖动。然后呢，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平移操作，就是我们同时按下鼠标的左键和右键，然后就是说往左移鼠标，那么视图就往左平移；往右移鼠标呢，视图就往右平移；然后往前推鼠标呢，这个视图就往上平移；往后推这个鼠标呢，视图就往下平移，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鼠标不是鼠标滚轮的操作。对，就这个鼠标的滚轮，如果你让这个鼠标滚轮往前转的话，它就是视图就是会往前这个偏移。如果说这个你让这个鼠标的滚轮往后转的话呢，它这个视图呢就会往后偏移。对，好，我们赶快拉近视图。然后呢，还有一个快捷键，就是当我们鼠标点击选中场景里物体的时候呢，按下键盘上的这个快捷键 F，
那么这个视图的镜头就会自动拉近到这个物体，拉近到我们选中的物体。好，这个游戏视图暂时讲完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菜单栏。首先呢是文件，第一个呢是这个新建关卡，然后第二个呢是打开关卡。这个关卡呢就是这个场景里的就是这个场景，对，就是这个场景。关卡呢其实可以理解为这个场景。然后这里呢是保存当前关卡，然后这个是保存所有。第二个呢是编辑，然后第一项呢是这个撤销，快捷键是 Ctrl 加 Z，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重做，快捷键是 Ctrl 加 Y， 然后这个是剪切、拷贝、粘贴，然后这个 Duplicate 呢是拷贝加粘贴，然后这个是删除，然后这个呢是 Window 窗口，这个呢不讲，就因为我们本节呢暂时用不到，然后这个工具呢本节也用不到，不讲。然后这个 build 对，暂时呢本节也用不到，暂时不讲。然后呢，这个呢是选择，第一个呢是全选，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把场景里所有的物体都全部选中了。然后第二个呢是全部取消选择。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呢是 actor 呢是这个虚幻引擎的一个基本的单元，就所有的物体呢都是 actor， 就不管是这个模型、角色还是灯光，在虚幻引擎里呢都是 actor， 它其实相当于是 Unity 里的那个游戏对象，就 Game Object， 其实是一样的。当然你不理解这个概念呢也没关系，这节实际上也用不到。然后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菜单里最后一个 help 帮助。然后帮助的话呢，我们就讲一个，就第一项，我们点击就会打开这个虚幻引擎的一个官方的帮助文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工具栏。工具栏呢，我们只讲两个按钮，第一个呢是保存，它其实和文件里的这个保存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二个按钮呢是这个播放，可以理解为运行游戏，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对，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游戏角色，我们可以通过 A、S、D， 然后 W 来控制它的一个怎么说呢移动吧，然后按空格是跳跃。对，它就是运行游戏的意思。然后如果我们要退出的话呢，我们就按键盘这个左上角的这个 ESC， 对，我们就退出了这样子。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内容浏览器。对，内容浏览器呢就可以帮我们查看项目里所有的资源，这样子，我们可以随便打开一个文件夹，像这个，一看就里面存的就是贴图。然后这里呢 mesh 也一看存的就是模型这样子，从名字就能判断出来。然后这个呢 matter 材质，然后这个是动画这样子。然后这里呢是它的一个路径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叉关掉，然后呢我们再点击下面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内容抽屉，我们就又能打开这个内容浏览器了。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就又能把它固定到这里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大纲视图，就这个场景里所有的资源呢都会在这个大纲视图里。就是大纲视图里呢，就会列出来这个场景里所有的这个资源，这样。然后我们选中物体的时候呢，在场景里选中物体的时候，同时也会在大纲视图里选中这样子。好，我们稍微把视图往远拉一拉。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detail 细节。对，它就是可以这个什么，可以修改我们选中物体的一些属性。比方说，这个是位置，我们可以通过鼠标的这个单击鼠标按下去拖动来调整这个物体的这个 x 轴。
这里呢红色是 x 轴，就对应的是这个，然后呢绿色呢 y 轴是对应的是这个，是稍微对这个稍微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看不清，然后蓝色呢对应的是这个轴，然后这里呢除了可以鼠标拖动，也可以直接输个数字，比方输个10，它就会这个这轴就会向下移动，输个100的话，这轴就会朝上。我们也可以拖动修改这里的这个值，我们可以拖动可以看到这个对应这个值的变化，这样这个是50。好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旋转属性，我们可以鼠标拖动。对，它这个就是 x 轴的旋转，然后我一个输个数字 y 轴的旋转，然后这里呢再输一个50，这轴的旋转，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图标，它就会还原到默认值。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缩放。缩放的话呢，我们这里可以输个2，就可以看到就 x 轴就变长了吧，这样子。对，我们也可以通过鼠标的拖动来控制这里的值。选择这个y 轴输2就变宽了，然后 z 轴输入2就变长了。对，然后呢，这里有个小锁子的图标，我们可以点击一下，然后这回我们再拖动的话，它就变成了这个什么了，等比缩放了。对，我们可以输个2，然后输个35，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对，输个0.5，它就等比缩放，就不会变成长方形，就会始终是正方形。然后接下来呢，就到了本节的这个重点啦。重点了就是这2个按钮，一个呢是查找这个当前资源在这个项目里的位置，在内容浏览器的位置，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对，它就立刻找到这个当前物体在项目里存的这个位置了。这里是路径，然后呢，假设呢我想把这个正方体变成圆柱体，该怎么办呢？就选中这个圆柱体，然后在这里点击复制，它就能指定过来，这样子是指定在这里。然后如果我们想改成这种梯子的形状呢，就继续点这里。大家可以多试一试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点这个蓝色的正方体，我们把它这个什么还原回来。好的，这个虚幻引擎的基本操作我们就讲完了。然后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表的，大家可以对会放在视频的下方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本节的这个案例制作环节。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个烟囱冒烟的效果这样子。它其实就用到了2个资源，一个就是这个房子的模型，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烟雾的贴图。然后这个烟雾呢，其实也就用了1张贴图。这个案例呢，其实也就用到了1个模型和1个贴图。好的，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正式开始。首先呢，我们先来搭建一下这个环境。文件新建关卡，然后呢，我们从这个 basic 场景开始搭建，点击创建。好的，接下来呢，在这个内容浏览器这里呢，点击这个内容的这个节点，然后右键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这个文件夹呢，主要是用来存放所有的美术资源，就 art， 然后进去就我一般。在公司的项目吧，或者说一般游戏公司的这个游戏项目吧，就会把所有的美术资源会放在 art 下面，或者把它放在 art 后面加个 s 这样子。对，一般都是这么起名的。然后接下来呢，在 art 下面呢，我们先创建2个文件夹，就一个呢是这个模型的文件夹，就 model，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关卡。就 model 呢，就是主要呢是用来存放我们的这个模型这样子。
然后说 MOLD model，再新建个文件夹，就 level level 用来存放关卡。首先呢，我们进入这个模型的文件夹，然后在空白的地方呢右键，然后选择第一项导入。对，然后今天呢怎么说呢？就导入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模型这样子。这个今天用到所有的资源呢，我都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这样子。好的，我们选中这个模型，然后点击打开。好的，这里有个文件对话框，我们就什么都不用管，直接点击导入，直接点入导入就行。就后面的案例等用到了以后呢，我会详细的讲一下那个具体的导入参数这样子。我们就看到这个模型就已经成功的导入进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只要把模型拖到场景里就行了。把它往高拉一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 detail 的视图里呢，锁定它的这个缩放，然后我们把它放大6倍，调整一下位置。对，记得一定要和这个玩家的图标拉开距离。对，这个 play start 拉开距离，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播，我们点击这个播放的时候，玩家就会在这个地方生成这样子。好的，我们到正面看一下效果。这效果还行哈。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调整一下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这个光照，因为这个房子的正面呢，整个处于这个背光，我们需要把它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的正面照亮。我们选中这个平行光，然后按一下键盘上的 E。对，我们首先呢旋转这个 Y 轴。好的，这样的话就把正面照亮了。然后呢，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红色的 X 轴，让它稍微的往这个左偏一些，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好的，然后选中这个房子，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高度，217，稍微让它贴地一些，这样会感觉会好一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特效的这个制作的部分了。就场景我们就已经成功的搭建完成了。好的，然后回到这个 Art 目录下，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用来存放所有的特效资源。EFF、ECT、Effect。然后呢，我们再新建个文件夹呢，用来存放特效贴图 TEXTUZE、Texture。好的，然后呢，在这个空白的地方呢，我们右键。在这里的导入呢，我们导入我们今天用到的这张贴图，对，用到这张烟雾贴图，我们稍微改一下名字，把它改成这个 T 下划线 Smoke 001。好的，然后再回到这里。好的，在空白处呢，我们再新建个文件夹呢。用来存放这个特效的材质，我们就输 materials 材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新建第一个特效材质，在空白地方右键选择这个 material 用来创建材质，然后我们给它随便起个名，就 M 下划线 SMOK， 然后下划线001。对 ，smoke 就是烟雾的意思。好的。我们双击打开这个材质，然后我们这里呢就看到了这个虚幻引擎的一个材质编辑器。对，它这个材质编辑器呢，其实主要呢就是3个部分，就是材质的预览窗口这里，还有呢这里呢就是材质的一个节点视图，然后这里呢是 detail 属性视图，这个属性呢是这个节点的属性，材质节点属性。首先呢，在这个 detail 这里呢，我们先调整这个材质的混合模式。首先呢，混合模式选择第3个这个半透明模式，就大部分的这个
特效材质呢都是半透明模式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是 Shadow Model， 就阴影模式。阴影这里呢，我们直接选择这个无光照模式这样子。好，这个材质的属性呢，我们就基本设置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导入贴图，在下面的这个内容抽屉，对，这个呢叫内容抽屉，然后找到我们刚才导入的贴图，把它往节点视图一拖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贴图的一个采样器节点，贴图采样器节点，把它的这个 RGB 呢连到这个材质的主节点的发光通道，它的阿尔法通道呢连到主节点的透明通道。好的，我们就能在这个材质的预览窗口看到效果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球体呢，其实不太方便观察，所以呢，我们选择第3个平面模式，这样就比较好观察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转到背面的话，就看不到效果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节点视图的空白的地方，随便就点一下，然后回到这个 detail 这里呢，选择这个双面，这样的话呢，就正面和背面就都能看到效果了。我们点击一下保存，然后接下来呢，在视图的右边这里点击一下，出来这个材质的一个节点列表吧，这样。对，我们找到这个 particle color， 这个 particle color 呢，就是把这个怎么说呢，粒子的颜色传递给材质，这样子就让这个材质可以显示粒子的颜色。这个 particle color 就是这么一个功能。particle color， 我们就把它直译成这个粒子颜色吧。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纹理的这个采样器和这个粒子颜色进行混合。我们按下键盘上的 M， 然后左键单击就出来这个乘法的节点。当然也可以，就是鼠标右键，输入这个也能调出来这个乘法节点，这样子。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把这个纹理采样器的 RGB 连到 A， 然后把这个粒子的这个 RGB 呢连到 B， 然后呢把它们混合的结果连接到发光通道。然后阿尔法呢，透明通道也一样，我们按下 M， 然后鼠标左键，我们把 A 呢，对阿尔法呢连到 A， 然后把粒子的这个阿尔法通道呢连到 B， 然后把它就是混合到这个透明通道，点击一下保存。好的，我们第一个特效材质就制作完成啦。好的，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真正那个特效的部分了。好的，首先呢，选择这个场景，我们先回到场景，然后我们在工具栏点击一下保存，然后找到我们创建的这个 level 的文件夹，然后我这里呢输入一个 L0， 因为这是我规划的第0课的一个案例，这样子大家可以随便取名。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 Effect 的目录下，我们新建2个文件夹，就是这2个文件夹呢是用来存放 NEGA 的发射器和这个 NEGA 系统这样子。对，那个呢，它其实主要分为它的文件呢分为2个，就一个呢是 NEGA 发射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NEGA System， 就是 NEGA 系统。就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吧，这个发射器呢就相当于盖房子时候的砖，而这个系统呢就相当于是房子这样子。就系统呢就是砖块不断累积起来的，而这个发射器呢就是砖块。对，但大家不理解这个比喻也没关系，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新建2个文件夹，一个呢是发射器 NEGA Emitter， 我们就直接缩写就可以了 NE， 然后 NEGA System 就 NS，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 NE 进入发射器文件夹，我们来创建发射器。我们在空白地方右键，然后 FX 选择这个 NEGA Emitter， 然后点击创建，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选择模板，然后选择第2行的第1个。对，本次的案例呢，就从这个模板开始。对，下一个案例呢，会从这个空节点来详细的讲一下这个 NEGA 的粒子系统。对，今天就主要是应用层，快速的讲个简单的案例。我们随便给它起个名，就叫 NEGA SMOK Smoke， 然后001。对啊，大家可以随意起名。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NEGA 的一个发射器的编辑器了。其实它和那个什么和那个材质编辑器一样，就这里是预览视图，然后节点视图，只不过是 detail 放在这里了，然后它多了一个时间线和这里呢是一个可暴露出去的一个属性，这里就这个呢今天用不到，这个也用不到，这个后面会讲，今天就暂时不讲了，就尽量减少内容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 NEGA 的发射器，它呢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一个呢就是 emitter 发射器，然后另一个呢是 particle，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 render 渲染。对，然后这个发射器呢和粒子呢都有一个 spawn， 就是出生，然后 update 呢就是更新这样子，都有这2个大的模块。然后它具体的内容呢，就需要后面的案例了。今天呢就主要讲讲怎么实现这个烟囱冒烟的效果。好，首先呢，我们看这个预览的效果，它是首先呢，它有个粒子下落的状态。如果是烟囱的烟呢，它其实是直接往上走的，就不会受重力影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particle update 这里呢，找到这个重力，我们把重力先去掉，然后其实它这个阻力也用不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调整一下粒子的大小，因为烟雾呢一般都会比较大一些，这个呢就比较像火星一点一点的这样子。我们找到这个 particle spawn 就粒子出生这里，然后找到这个粒子初始化属性，然后找到这个 size 大小，它默认呢是6到12之间随机，我们把它改成60到120之间随机，我们可以看到就有一个明显放大的效果。但是它现在还是不太像烟雾，所以我们修改一下它的材质，在 render 这里呢找到这个精灵渲染，然后找到 material 材质这里。接下来呢，在屏幕的左下角，然后点击这个内容抽屉，然后找到我们这个刚才创建的材质，然后点击赋值，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像这个烟雾了，但还是有点不太像，因为烟雾没有这么快的速度，我们需要调整一下速度。我们找到这个 particle spawn 下面的这个速度，它默认值呢是500到850之间随机，我们就把它改成200到400之间，这样的话就稍微像一点的烟了。但是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烟太浓了，只有那种电厂的那种大烟囱才会冒出这么浓的烟，一般的烟囱都是比较怎么说稀疏的。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要调整一下发射器的发射率，在这个 emitter update 下面的这里有个发射率，默认呢是90，就每秒发射90个粒子，我们把它改成15个粒子，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淡一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它一个淡入淡出的效果，因为大家明显看到它出现的时候就太生硬了。这里呢，找到这个粒子的 update， 然后下面的一个 color， 然后在这里的调整模式呢，选择第3个，我们通过这个滑块来调整这个色彩滑块来调整。它这个色彩滑块呢，下面是阿尔法，然后上面是颜色。我们先把第一个把它拖到30%，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滑块，然后双击，我们调整它的属性，给它个0，应该是调整它的值，我们值给个0，然后回车，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个透明消失了。我这里那有一些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然后我点击下保存，它这里就不闪了。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调整一下颜色，因为这个场景呢是白天，所以我们希望它冒这个黑烟，这样对比度会比较强一些，这样子。然后一般烧的煤呢也是冒的黑烟，电厂呢它那是水蒸气，所以冒白烟。这里呢双击这个色彩的滑块，然后给它一个比较深的颜色，比较深一点的灰色，然后在结束的地方呢双击。我们给一个纯黑色，然后确定，这样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大致的效果。
然后呢，我觉得它飘的有点分散，对，就分散有点不够具体。对，我想来一个比较直的烟，所以呢，我们调整一下速度，这里它这里呢有个角度，我们默认3:2，我们给到16，就会看到烟雾就会明显的直一些。然后接下来呢，就烟雾的在上升的过程中呢，会和这个空气呢产生混合，就慢慢的变大，然后再消失这样子。应该叫说会被空气稀释掉，对，就会慢慢变大、透明、消失。所以呢，我们需要加一个放大的动画，然后在这个 particle update 这里呢，点击这里的这个加号，对，然后输入一个 size 大小，然后选择这个精灵大小，对，它默认呢是这个0到1，就我们有点看不到效果了。实际上我们呢要改成1到2，对，就一出来的效果粒子呢就有完整的大小，然后慢慢的放大。我们改这里的这个滑块，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值，我们给个1，然后在结尾的这滑块的这个值这里我们给个2，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烟雾慢慢放大消失的效果。好的，这个发射器的效果呢，我们就制作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场景。好的，在这个 NS 的这个文件夹里呢，我们创建一个 Naga System， 在空白地方右键选择这个 Naga System， 然后这里呢选择上面的这个文件夹，然后选择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这个发射器，然后点击创建，在这里呢输入一个 NS 下划线 SMOK， 然后下划线001，对，大家可以随意命名。好的，然后呢把它拖入场景，然后再按下键盘上的 W， 我们调整一下位置。好的，然后在这个游戏的预览视图这里呢，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按钮，它就会变成4视图。然后我们从后视图和右视图调整一下这个特效的位置。差不多调整完成，然后继续我们放大这个游戏的预览视图。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 G，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完整的效果啦。好的，今天的这个案例就制作完成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复盘一下本节的知识点，这样子。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一个网页。好的，首先呢，第一部分呢，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文件的一个存放和起名字。就一般我在实际的工作中呢，就会把美术资源一般会放在 Alt 下或者 Arts 下这样子，然后呢就在下面呢进行分类存放，就模型放模型的文件夹，然后贴图放贴图的文件夹，然后材质放材质的文件夹这样子。就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逻辑清晰，然后方便查找，然后也这个易于协作这样子。然后文件的命名呢，我的习惯呢就是前缀，然后资产名称加编号这样子。就比方说贴图的话，我就命名成了 T 下划线，然后 Smoke 001这样子。就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快速识别类型，然后描述性特别强，然后特别方便搜索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场景这样子。通过那个 basic 的这种基础关卡，然后再把模型一拖，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光照就制作完成了。然后第三个知识点呢，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特效材质，其实也就2块内容，一个呢是材质的属性，然后第2块呢就是材质的节点这样子。然后第4部分呢，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Naga 的粒子系统。Naga 的粒子系统呢，主要由2部分组成，一个呢是发射器，另一个呢就是系统。我们还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发射器的模块还有属性这样子。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